对于妖刀村正，很多熟悉 ACG 文化的人肯定都不陌生。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可能都幻想过有一把邪恶的妖刀。在中二这一块，作为此次发源地的日本人还真没输给过谁。而妖刀传说就是日本人在这个领域的一大力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无数中二少年的梦中情刀妖刀村正的说法到底因何而起，而这其中又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妖刀村正可能是日本刀中最有名的一个传说，而且其实有相当漫长的历史。比如在江户末年，在倒幕派人士中，村正的刀就非常受欢迎。一方面带把跟德川家敌对的妖刀来表示自己倒幕的决心，一方面也是想图个吉利，以此天罡剑微笑面对幕府军，德川氏大变。实际上在现代文化里，妖刀村正受到欢迎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字：酷。可能是因为武器经常被拿来伤人，所以从古至今背负受害者和使用者怨念的魔刀魔剑都一直是各路中二少年的最爱。而这饱含爱恨情仇直逼晚8点档电视剧的设定，也自然受到各种艺术创作者欢迎。于是妖刀村正的影响力在现代不减反增，成了日本刀中最出名的一个传说，甚至整个日本刀都因此蒙上了一层妖刀印记。各种作品里原创的日本妖刀也是数不胜数，但是实际上关于妖刀村正的传说真的有这么酷吗？村正是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居住在伊势桑民的一群锻刀工匠的总称，前后一共有3代村正，每代至少3到4人同时使用村正为刀名，其中又以初代千子村正最为有名。初代村正是日本正宗冶炼锻造工匠的后人弟子，在民间的流传分支，他的继承者也是非常优秀的锻造匠。而村正邪剑妖刀的称号则从江户时期才开始兴盛。他之所以被称为妖刀，相传是由于德川家康非常厌恶此刀的原因。而德川家康之所以如此，还要追溯到德川家康的祖父松平清康那一代。三河豪族松平清康被后世誉为如果活到30岁当可取天下，可以说老乌龟的家底儿都是他这代开始积攒下来的。1535年，当时松平家正在跟织田家作战，织田家使出反间计，谣言称松平清康的家臣阿部定吉已经和织田家族暗中勾结。虽然松平清康没有中计，但是阿部定吉却非常苦恼，一度打算自杀以证明清白。结果阿部定吉长子阿部正丰对此非常不满，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势力的煽风点火。阿部正丰认为是松平清康的态度暧昧，才把父亲逼上绝路，谋划着要复仇。最终某天早晨，松平清康的马匹受惊，阿部正丰觉得时机正好，突然上前砍死了松平清康，然后自己也被其他近臣所杀。据说他使用的刀就是千子村正所铸。虽然这件事上看起来村正就单纯是躺着也中枪，但是谣传的种子就这么埋下了。如果谣传反复出现，那它有没有可能会变成现实呢？事实证明，躺枪只有第1次和第1万次。松平清康之后，就是德川家康的倒霉老爹松平广忠。松平广忠这辈子憋屈，24岁就被近臣用刀砍伤大腿，直接驾鹤西去。这个近臣用的也是村正刀。此时还叫竹千代的德川家康刚刚6岁，但村正的躺枪之路依然没有停止。后来德川家康的嫡子松平信康因为有暗中勾结武田家的嫌疑，被织田信长勒令切腹，而为他借错的那把刀又是村正。后来还有说法称，在关原合战时，家康的手指被织田长孝的长枪误伤。没错，这把长枪也是村正制造。这种种巧合就给传说制造了诞生的机会。其实虽然搞了这么多倒霉事，但是德川家康本人并没有对村正的刀剑产生过什么太大意见。真正诞生妖刀传说的地方，反而是在那些反德川的人之中。德川家康统一天下以后，日本进入和平时期，于是德川家康颁布了禁刀令，禁止无主武士配刀，禁止无目的的持刀决斗，并且对刀的长度装具做出严格的规定。最终结果就是冥冥之中，人们将禁刀和德川家康一家4代人都被村正所伤联系起来，开始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加工环节。
村正逐渐变成了一种会让武士背叛主公的不吉妖刀，并且天克德川家人，不光会克死持有者，还会对周围人不利之类巴拉巴拉的各种都市传说里的经典桥段都出现在村正身上。而德川家康的禁刀令也成了为防止村正伤害自己所制定的对策。传说越传越真，以至于后来起来反对德川的人都喜欢搞一把村正来讨个彩头。而那些曾经与德川为敌的人，例如真田信繁，也被后世安上了不少使用村正的使用记录。但是实际上又如何呢？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村正这个刀派走的是一个高性价比路线，所以村正的武器非常受一般武士欢迎，在战场上存在着大量村正派的作品。而德川家的倒霉蛋们次次都遇上村正，十有八九也只是单纯的基数过大所导致。并且根据德川家美术馆以及德川家流传下来的各种记录来看，德川家康本人的御用武器里就存在着好几把村正锻造的刀剑。同时村正派转移到三河地区以后，改称三河文珠派。德川家康手下的重臣德川四天王中有2人，本多忠胜的鸣枪青灵切和久经中次的爱刀朱切都是三河文珠派的刀匠藤原正真的作品。而三河地区也是德川家的旧领，与德川物理上的距离如此近，经常出现在德川家人生活中，那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德川家一些记录显示，德川家康的父亲的结局更多的说法是病死，被暗杀也只是《王启领主古记》一部书里的记载。因此很显然妖刀村正的说法是 24K 纯谣言。不过并不妨碍这个传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日本刀剑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标签。很多人都是先听说了妖刀村正才开始对日本刀产生兴趣的。对于身负诅咒的武器，你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例子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